Hello，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爱分享股票知识的 Lucy。今天是3月7号的复盘视频，我们来做一个美股的盘前分析。还是要提醒大家把订阅先点好，以便后续观看我的内容。纳指的强支撑区间只有一步之遥了，跟上 Lucy 的思路，抓住每一次的反弹机会。一边呢是纳指狂泻483点，那另一边呢是中概股的集体逆势飘红。那昨天的视频 Lucy 结尾也提到了说，目前是一个跷跷板的走势。那美股当然就是通胀压力和加息的预期的升温，导致这个资金从高估值的科技股撤离。那芯片行业受全球供应链瓶颈和需求放缓的双重打击，短期难见反转。但是另一边呢，中概股的估值修复和中美关系缓和的预期，那资金开始压住超跌反弹的机会，如此一来呢，就形成了现在的局面。我们还是来一起看看股票的走势图吧。那今天我们的视频呢，还是分4部分来讲解。首先第一个方面呢，我们要去看一下英伟达弱势走势背后呢，我们要如何去自救。那么第二个方面呢，去看一下微软的一个3晶共振战法的模型是如何实现的。那么第3个方面呢，当然要去看一下纳指它的一个强支撑区间在哪里，这是很多人想要知道的一个地方。那么第4个方面呢，就是看当下这个中概股的一个跷跷板走势，它现在面临的是一个强势突破。那首先呢，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，是英伟达的日线走势图。首先我们可以看到，英伟达在这一段区间里面呢，它现在属于一个跌跌不休的一个状态。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，首先呢，它现在的一个收盘价跟前期的这个反弹的位置呢是持平的，也就是110元附近。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Lucy 一直是不看好英伟达的这一段反弹，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呢，即便是它有一个小小的修复，但是在 Lucy 眼里的话，还是在看空英伟达的一个走势。我的理由很简单，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MACD 的一个走势呢，这里可以给大家看一下，其实你看它的一个红柱子还是在变长的，而且它这里边呢出现了一个白线的一个快速的一个向下。那么无论是哪一个方面的指标，一个是速度是红色的，还有一个是白线的这个，那么同样的都是在这个零轴的一个下方运行。所以说目前英伟达的一个走势呢还是比较弱势的。英伟达它的一个走势呢，其实是对于纳指它的一个走势贡献图形是很像的。我们可以看一下其实英伟达现在在这个位置，其实纳指呢也是一样的一样的一个走势，反弹然后下跌。那么在这个位置呢，英伟达的走势呢就比较岌岌可危了。那么现在就一步之遥，它就会破掉这个支撑位，也就是110元。当然呢，它离这个此前测的一个100元左右还差10元的一个空间，也就是10%。那么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如何呢去把握这个英伟达的一个走势？那首先刚刚 Lucy 说它跟纳指走势是一样的，但一旦英伟达出现破位的话，就是破掉110元这个位置的话，那它还会向下去寻求一个支撑，也就是说纳指其实呢它有可能还是会向下的。那么在这个过程呢，我们要去看英伟达的话，我们如何来通过这个市场上的一个方式来进行自救呢？首先英伟达在这个位置，我们的股票肯定是不能去抄底了。那么它不能抄底的话，如果它走一个向下的走势Lucy 在这里画一下，预测一下如果走一个这样的一个阴线，就是红色的，那么它向下股价就去寻找100元这个位置的话，那么它这个方向就是一个下跌的。那么它方向是下跌的话，我们可以用一个期权的合约也就是buy put 去做一个对冲。那么这个就是 Lucy 给到的一个策略。那么目前为止看英伟达的话，它有可能方向是向下的这个位置，所以呢要用buy put。那它的价格呢，合约选择的话，那可以去看一下110元的这个位置。那么它向下呢 Lucy 还是看到了它的一个速度还是比较明显的。这个是对英伟达的一个走势。另外呢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其实这里呢有一个资金的一个分歧。那等于说，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不能单单的去看它的一个放量，是属于说它越下跌，然后越放量，是有机构抄底。这个我们无法去判断，也有可能是出现了一个下跌中的一个恐慌抛售。
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，由于股价的一个位置的话，目前 Lucy 还是判断它不能出现一个反弹的一个理由。这个就是对英伟达的一个走势的分析。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微软，那相反呢，微软的话现在是出现了一个股价明显与英伟达是不同的，它的一个方向呢，它股价还有一个向上的一个意图去冲击上面的这个短中期均线。昨天 Lucy 视频里有提到过，说现在呢，微软的话现在属于一个 Lucy 的3金共振战法模型。所以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它的位置现在属于股价，它已经站上了这根白色的线，也就是它的一个短期均线。那么股价与短期均线的一个交叉位置，那就是属于第一金上穿这个位置，而且它的一个价格呢，如果说向上的话，连续向上的话，那么它会出现一个这样的一个走势，也印证了此前在这个过程中，其实呢是看它的一个反弹。那么另外呢，我们再来看一下 MACD， 昨天我说它的位置呢，现在还没有出现一个这个向上的绿柱，但是呢，它现在明显能看到快线和慢线呢是出现了一个交叉的一个动作。所以今天晚上这个微软的一个走势如果股价还能继续向上的话，那么 Lucy 相信这个绿柱就会出现了。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呢，如果说一旦它在这个位置形成了一个金叉的话，那么这个是第二金。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位置呢，就涉及到了一个成交量的问题。那么此前呢 Lucy 在内部课程有讲过，成交量是一个我们机构之间沟通的一个语言，它是会说话的。那么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可以看到昨天的量和前天的量是持平的，这里是一个平量，出现了平量之后呢，我们要去看它的股价在什么位置。那首先呢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平量它在之前是一个下跌的走势包括这里，那么它整体趋势是一个向下的。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个股价拐头的话，又面临着这个平量，所以说在这个位置成交量的话，给我们的一个启示就是后面它的一个延续。那这里呢 Lucy 呢用到了自己的一套分析模型给大家讲解的。那么有喜欢 Lucy 技术分析的朋友们呢，可以给 Lucy 点一个订阅成为咱们的一个订阅粉丝。那么宠粉福利呢，就是 Lucy 给大家准备的3金共振战法，刚好微软现在就是一个标准的模型，可以帮助大家呢跟 Lucy 一起去观察这个股票的走势。下周那 Lucy 团队的老师呢，还准备了内部直播的一个教学，想要技术分析更进一步的同学呢，也可以找助教老师报名参加这个课程。那么报名的方式呢，就是在视频的一个下方的评论区置顶留言链接里面，那有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，那点击这个蓝色的这个链接，那么就可以联系到助教老师了。那给助教老师呢发送一个口令，这个口令叫什么呢？就是这个礼物2个字，那么他就会把这个 Lucy 的这个重要指标发给你这个是送给大家的。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纳指的走势。其实纳指呢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是比较关键的。此前呢 Lucy 有讲过纳指在这个它因为是什么？因为是一些科技巨头们的走势，如果是他们的走势是一致的才会出现一个大的一个这个 K 线方向。但是如果出现分歧的时候，其实纳指呢它的一个走势并没有说特别的一个震荡巨震。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纳指现在呢其实它会有很长的一个上影线，就是这个原因是因为有分歧。但是呢我们就事论事Lucy 呢在这一天的时候提到了这个 TQQQ 我们还在手里但是昨天的一个走势呢，实际上我们盘中的时候是看到了它的一个这个弱势的一个体验，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是先出来，那么可能会有一点回撤，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要是什么保住自己，所以这个过程我们还是要再去分析一下纳指它的一个方向。那在这里呢大家可以看到 Lucy 在这个过程中画了一个圆圈，是为了测什么呢？是为了测它的一个这个向下的一个支撑。那我们刚刚在开头有讲过，说纳指一旦它跌破了这个18000点的一个位置，那么它向下的话会找支撑，那么支撑在哪里？那这个圆圈就很明显能看得到了它的支撑在这个位置给大家画一下，它的支撑就在这里17500点。好，那它在这个过程中的话，现在我们能看得到，现在是18069，它还有这个空间。
才能到17500，而且这个是比较恐慌的一个走势了啊，它向下的。但是在这个过程中，实际上它是有多种因素导致的，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啊，它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位置啊，18000。但是啊 ，Lucy 说，如果它不能反弹到18300点以上的话，它这个地方啊，这个还是向下啊，17500，所以说给大家做好一个准备。那么在这个过程，我们此前刚刚看到了英伟达的走势，对吧？它其实还是会左右到纳指的一个走势的，所以这个过程中呢 ，Lucy 啊建议，要么你去用一个 SQQQ 啊去对冲一下，它是3倍的一个做空。那么另外呢 ，Lucy 因为是做期权啊，这是第一个啊，第二个方法是去 buy put。因为今天是星期五啊，它今天这个合约是末日轮，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 ，buy put， 这个是 Lucy 的一个判断。那如果说纳指的话，现在呢其实是一个比较不确定的，因为 MACD 这里呢还是红柱向下。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去做空的话，刚才 Lucy 给了2个。那如果说在这个地方其实是比较关键的，那我们不能用自己的主观去判断。一旦出现了这里反弹，对吧？站上18300点这个位置的话，该怎么办呢？那 Lucy 也给到一个方法。刚刚我们说第一个是 buy put， 对不对？然后第二个呢，我们再给一个buy call 啊。所以说这样一个方法，一个是买下降的，一个是买上升的，所以这个方法呢是一个比较安全的方法。那么这个就是对纳斯达克的一个判断。那到目前为止呢，现在因为科技巨头们的一个分化走势，那现在呢我们一定要想好目标价位在哪里。那么目前为止呢，它向下的一个动能还是比较大的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再来去看一下啊，这个指数呢，中国金龙指数。那么 Lucy 呢此前一直提到过中概股的一个反弹，那么今天呢就把这个中国金龙指数呢拿出来给大家讲一下。那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啊，现在它的一个走势呢，从 K 线上啊，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？此前 Lucy 讲过，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走势啊？在这一段震荡里面啊，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走势？是一个旗形走势啊，旗形。我们要知道旗形走势的话，在这个技术分析里面，它一旦向上突破的话，它的力度是非常强的啊，力度非常强。所以大家可以去找一下 Lucy 之前的形态视频，可以看一下啊，讲的旗形。那么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高点和这个高点的一个连线啊，这就是这一条白线。那么它的平行线在下方呢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刚好是2个低点的一个连线，它刚好在这个区间震荡了啊，震荡了。这个有半个月左右啊，所以这个过程呢其实是一个整理，但是当在前一天它出现了一个跳空的时候，它昨天这里出现了一个回踩，那么这个回踩就是确认这个旗形的一个位置。如果说我们可以看到，一个是阿里的一个财报啊，还有一个是京东的财报都是非常亮眼的，另外呢就是科技股资金的一个流出啊，导致的中概股这边是这个拉升的一个局面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技术分析是一个跷跷板。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不得不去看一下中概股它的一个机会。那我们从技术分析就能看到了它的一个走势其实是有意图向上的，有关注中概股的小伙伴可以去关注一下。另外 Lucy 在用 MACD 给大家分析一下，那目前为止呢 MACD 是在0轴的一个上方，那此前 Lucy 讲过，它在0轴上方呢都是一个强势区间，那么它现在呢也面临着一个这个金叉啊，它现在出现了白线上穿黄线的一个动作啊，有这个动作，那么一旦股价出现一个向上的走势，那它必然会形成一个金叉，而且会出现这种绿色的柱子。目前为止，中国金龙的指数呢，还是会出现一个向上的一个动能，就形成了与纳指的一个跷跷板。总结一下，短期的风险呢仍未解除的，纳指无法收复18300点的话，那进一步下探的位置就是17500点。那美联储政策呢，就是看3月份的 CPI 数据了。那另外就是科技巨头们呢，他们的一个财报的话，在现阶段呢还没有披露业绩的巨头们，那对于负面消息就会引发抛售了。那总之我们的技术分析严格执行就对了，那别在恐慌中割肉，也别在反弹前all in。
那这就是 Lucy 给大家的嘱托。咱们今天的分析就到这儿，咱们下周见，拜拜。